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我们来讲螳螂人。在寂静的马斯科尼肯河畔呢，微风拂过水面带来一丝凉意。布莱恩·里克特呢，正专注于他的水钓，他手中的鱼线呢，优雅地划过空中准备抛入碧绿的河水之中。然而，就在鱼钩即将落入水面的那一刻呢，他突然停住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异样的感觉呢，瞬间向他袭来。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周围仿佛一切变得不对劲儿起来。往日里欢快欢叫的鸟儿声突然没有了，而嗡嗡飞舞的昆虫呢，仿佛也被按下了静音键，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它周围的整片森林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一种狂风暴雨来临的前夕那样。随后呢，他就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注视，如同无形的眼睛呢，紧紧地盯在他的背后。于是他脊梁骨一阵寒意呢，毛骨悚然的感觉让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人正在暗中背后观察着他。于是布莱恩的心脏开始加速跳动，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缓慢地转过身来。起初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茂密的树叶和少许的阳光嘛。但就在他即将放弃搜寻的时候呢，一道细微的余光吸引了他的目光。在层层叠叠的树木之间呢，一个难以置信的影像呢，突然映入了他的眼帘。他说那是一个至少7英尺高的生物拥有着异乎寻常的细长的肢体，以及一个奇形怪状的三角形头部。其上面镶嵌着2个巨大的眼睛，漆黑无比。而布莱恩的大脑当时飞速运转试图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他说那个东西看起来像是某种巨大的昆虫，但绝对是他见过最大的昆虫，因为跟人差不多大，而且他这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一双黑洞洞的眼睛仿佛能吞噬一切光芒。于是当时呢，恐惧就像冰冷的潮水立刻涌上了布莱恩的心头。他僵硬地站在原地吓得不敢动弹。就在这个时候呢，一种更加诡异的感觉突然降临了。他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生物正在他的脑海中探索，读取他的思想，就如同翻阅一本摊开的书籍。不知道为何呢，他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生物有着某种智慧，一种超越了普通野兽的能力。在下一刻呢，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发生了。他说那个高大的生物开始变得透明，如同融入了周围的空气一般，颜色呢渐渐褪去，最终完全消失在了布莱恩的视线之中。他没有移动，也没有奔跑，只是那样站在那儿，凭空的消失。最后呢，森林依旧寂静，刚开始的一切仿佛只是一场幻觉。布莱恩顾不上继续垂钓了，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的装备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离开，越快越好。他看不见那个生物了，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清楚地告诉他说，有可能他是隐形了，他仍然潜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所以你还不走吗？马斯科尼肯河呢，是发源于新泽西州北部的哈比坎湖，它蜿蜒45公里穿越了阿巴拉契亚山脉，最终呢是注入了特拉华河。那这条河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当地人知道的并非如此。多年以来呢，居住在马斯科尼肯河周围的人都报告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遭遇，比如说他们有人看到了天鹅人、大脚怪、不明飞行物 UFO、鬼火等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然后呢，就是螳螂人了。那第一次有记录的螳螂人目击事件呢，就是发生在2006年。一名叫做保罗·杰克斯的呢，正在钓鱼，但他突然感觉到右耳传来了一阵奇怪的震动。当他转过身，看到河岸上站着一个东西，它不是动物，也不是人，而是一个7英尺高，类似于螳螂的生物正在那看着他。他说我当时就在河里，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像蚂蚱一样的那种大腿，但是呢，却像人一样弯曲着，然后是整个身体，然后他越过肩膀看着我，然后是沿着河岸向上移动。他说我当时感到震惊无比。他说这个生物有一个三角形的头，巨大的黑眼睛和瘦长的身体，就像是一个捕食的螳螂一样。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昆虫，它是有人类特征的，它是一个有思想的生物。当保罗和他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呢，他立刻感觉到螳螂很惊讶，他能看到他，而那个生物转过身开始行走，然后就那样渐渐的消失不见了。保罗不认为他是滑入了另外一个维度，他相信他是隐形了，只是呢在那几秒钟意外的显现了出来，被这个保罗所看到。而保罗多年来一直对他的遭遇保持沉默，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的遭遇并不孤单。在2011年呢，乔帕伦蒂和他的兄弟一起去钓鱼，也听到了一阵嗡嗡声，并感觉到全身发麻。当他转过身，也看到了一个7英尺高、深棕色的人形螳螂正在注视着他。而这个生物呢，有着清晰可见的下颚上下移动，好像是在吃东西。当时的乔恐惧的僵住，他和那个生物目光都锁在了一起，
然后这个乔突然就感觉到这个螳螂正在通过心灵感应从他的大脑中提取信息，不仅仅是读取思想，而是提取记忆，了解他的恐惧和希望，想要了解他的一切。然后一阵浓雾呢突然而来，螳螂张开双臂呢，伸出一对巨大的翅膀，展示着它的力量，然后它就消失在了浓雾之中。当时的这个乔立刻崩溃了，恐惧让他无法承受。在2014年呢，一位司机经过马斯科尼肯河的一座桥时，他就看到河里有一个黑影。他减速仔细观察呢，他说那是一个棕色的将近8英尺高的生物，手臂很细长。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呢，那个生物就已经变得开始透明了，然后就消失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目击事件，但是大多都是远距离的。只有保罗·杰克逊和乔·帕伦蒂呢，他们是近距离看到了螳螂人。而两个人的描述呢，都是同一个生物，在同一个地点。他们彼此呢都不知道对方的遭遇，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完全吻合。首先他们都会听到嗡嗡声，然后就感觉到一阵震动，森林开始变得寂静，然后你就开始感觉到奇怪。你可能是看不到它，但一只螳螂就在附近，它可以操纵你的感知，麻痹你的身体。一旦你无力抵抗呢，它就可以控制你的思想。当螳螂人出现时呢，它就会改变周围的一切。森林开始变得寂静，电子设备失灵，时间似乎变慢了。但最令人不安的影响呢，是发生在你的脑海里。劳恩·斯特里克勒呢，是一位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员。自2006年以来呢，他记录了数十起螳螂人遭遇事件。目击者呢，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了影响。首先呢，都是嗡嗡声，一种低频的震动，感觉呢是多于听觉的。然后一种奇怪的刺痛感蔓延全身。他记录了数十起螳螂人遭遇时，许多的目击报告都说感觉到他们的头发竖了起来，就像是周围聚集了静电一样。然后有什么东西进入你的脑海，不仅仅是我能够看见它，我还能够感觉到它正在看着我。它不是对着我，而是进入了我内心的深处。它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事情。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童年的记忆，我害怕的东西，我没有听到过确切的词语，但我理解他想要什么。几乎所有靠近的螳螂尸体呢，20码以内的目击者呢，都报告了这种心灵感应的入侵。他们都说这个生物似乎能够直接从人类大脑中提取信息。一些目击者将其描述为你的大脑被扫描，或者是有人在翻阅你的思想。这种影响呢，并不总是具有威胁性的。一些目击者报告说，在遭遇的过程中呢，会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平静，一种交流或理解的感觉。但当这个生物消失时呢，这种感觉呢也会消失。平静的感觉呢，很快被困惑或者恐惧所取代。在这些遭遇过程中呢，他们说电子设备经常发生故障，相机停止工作，手机没电，手表倒转。有一位渔民的这个电池供电的这个探鱼器呢，在他的船边螳螂消失之前呢，瞬间爆炸。发生的这些事情也有一些科学的解释。比如说马斯科尼肯河靠近几个断层系统，一些研究人员就认为呢，断层线呢会产生异常的电磁场，所以美国的宇航员称之为 X 点或者是电子扩散区。那在这些位置呢，地球的磁场与太阳磁场连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门户，而带电的粒子呢就可以在两者之间流动。所以马斯科尼肯河呢，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钓鱼点，它也可能是一个门户。而某种聪明而强大的东西呢，就生活在维度的另一边，就是通过这个门户在穿梭的。根据目击者的报告就说地球上居住着数十种不同的外星物种，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有些是盟友，有些是敌人，但他们都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之中。比如说类似于一个权力的金字塔，而金字塔的顶端呢，是比所有其他物种都更强大的物种，比如说螳螂尸体。他们不是来拜访的，也不是来观察的，螳螂呢，在这里就是为了统治。而螳螂生物不仅仅是出现在新泽西州的河岸边，它们出现在了人们的汽车里，在偏远的小屋里，在他们的卧室里，而有些人呢，正在被带走。之前就有一位叫做特里的和一位朋友呢，在阿肯色州的魔鬼巢州立公园露营的时候呢，半夜被带上了一艘宇宙飞船。在里面呢，特里被麻痹了，但他说他的意识是很清醒的，被绑在了飞船上的一张治疗椅上。他看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外星人，典型的有这个小灰人，但他说他们不是主要负责人，他们是螳螂的下属。他还看到了一个类似螳螂的生物，有着三角形的头和巨大的斜着的黑眼睛，他还有一个昆虫的嘴巴。他说当时我看到他，我就开始尖叫，于是呢，他转过身靠近我的头，我就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在我的脑海里说话，就像任何口语一样。
而他说那个螳螂人很恼火，他说你为什么要尖叫？别尖叫了，你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会把你带回去的，别尖叫了。特里的经历呢并非个例，在全世界数千起的记录的外星人绑架事件中呢，类似螳螂的实体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它们被描述为7到8英尺高，有着三角形的头、巨大的黑眼睛和覆盖着外骨骼的细长的昆虫的身体。被绑架者一般都报告说，这些螳螂生物似乎处于权威顶端的地位。还有一个圣餐的作者呢，叫惠特利·斯特里伯，他将螳螂生物描绘为指挥小灰人的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正如特里所声称的那样。其他被绑架者呢，将他们描述为监督医疗程序或者是基因采样的医生或者是官员。这些故事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国家和背景，但从未见面的人们描述的都是相同的生物，具有相同的性情和相同的角色。他们冷酷、精于算计、聪明而且高效。他们会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一个手势呢来控制人类。他们似乎在研究我们，他们已经观察我们很久很久。约翰·麦克博士呢是一位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和普利策奖获奖作家。在1995年呢，他发表了关于外星人绑架案例的研究。他就发现了没有精神病史的患者报告了与这些生物几乎完全相同的遭遇。这些描述呢过于相似，无法被忽视。早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呢发现的那些，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里面就描绘了螳螂头的形象。还有非洲的布须曼人部落呢，数千年以来一直在岩画中描绘类似于螳螂的生物。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已经观察我们很久很久。根据那些遇到过他们的人的说法呢，说螳螂人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他们有一个议程，一个他们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计划。比如在伊朗的岩画和非洲的岩画，还有美洲原住民的传说呢，以及埃及的符号，他们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来自于星星的访客的故事。他们一开始呢就塑造了人类的历史。螳螂状的生物观察人类的故事呢，并非新鲜事，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之一，古老到被刻在了冰冷的岩石之上。在2018年呢，伊朗的研究人员在塔马拉发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岩画，画面上是一个拥有6条肢体和三角形头部的奇怪影像。昆虫学家就认为呢，这幅画描述的就是一个捕食的螳螂，而考古学家测定显示呢，这幅岩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到4万年前。那这个形象兼昆虫和人类的特征呢，它又不是纯粹的昆虫，也非完全的人类，而是两者奇特的融合。而这还并非是唯一的古老螳螂状的生物的描绘。在南非呢，当地人也在他们的岩画中看到了螳螂头部的形象。而这些艺术作品同样也拥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对他们而言呢，螳螂是创造之神，曾经帮助塑造过世界。专门研究史前艺术的人类学家罗杰·米勒博士呢，注意到一个惊人的模式。他就说，这些螳螂形象是出现在彼此孤立、没有任何接触的文化之中。比如说非洲的布须曼人和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甚至早期的埃及文献都描绘了类似的生物。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在埃及的亡灵书中描绘了类似螳螂的实体，里面就说他们是冥界的向导，引导灵魂走向审判。那这些生物始终被描绘成拥有力量和目的的一个智慧实体，而非是简单的动物或者是昆虫。甚至螳螂这个词本身也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它是源于古希腊语，叫 Motis， 意为先知和预言家，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所不能够看到的东西。而在美洲的原住民的传统之中呢，尤其是在西南部的一些部落之中就流传着关于来自于天空的昆虫状生物的故事。例如霍皮族人所说的卡奇纳精灵，其中一些呢就被描绘成具有螳螂般特征，他们充当人类与神灵之间的信使。现代人呢与螳螂实体的遭遇呢，与这些古老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说，这些生物都被描绘成为没有情感、高度智能，并且拥有超越人类理解的一些能力。他们无需言语就可以交流，能够随意的出现和消失。这种跨越时间和文化的惊人一致性呢，绝非仅仅是巧合所能解释的。要么就是全球各地的人类独立创造了具有相同特征的行为和虚构的实体，要么就是这些生物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千年了，成为了我们古老历史的一部分。一名古外星人理论学家就认为呢，这些描绘呢是与先进的外星种族接触的证据。而怀疑论者则认为呢，这仅仅是一种本身就有些类人外观的昆虫的文化的解读。
然而这两种解释都无法涵盖至今仍然在发生的现代遭遇事件。无论这些生物是什么，它们自人类文明曙光时就一直在观察我们，并且呢，现在仍然在注视着我们。但是有一种理论呢，比古外星人理论更加令人不安，就是说，如果这些生物并非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球，如果它们是一个古老的物种，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以至于可以在维度之间来回穿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绑架和拜访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进化的故事。因为在数百万年前，如果一个昆虫在地底进化并躲避了恐龙的统治，那么它们的大脑进化发展出的类似于我们人类的神经网络，却比我们早了数百万年掌握了原子操控、隐形和传送，以及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技术。那么这些高度进化的昆虫不仅仅观察我们，它们还收集标本、提取 DNA， 它们正在比较我们和它们的进化的路线，了解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不可预测性。这些呢，是他们高度发达的思维所无法理解的东西。而这些都只是关于螳螂实体的一种理论嘛？但它是真的吗？螳螂人真的有可能在地球上进化而来吗？因为曾经在地球上是存在过最大的昆虫的，比如说巨脉蜻蜓它的翼展是达到了2英尺半的，但那是3亿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地球的大气层的含氧量是高达35%的，而今天只有21%昆虫呢，通过气门呼吸，这是它们外骨骼上有一些小孔，这种系统呢是适用于小型动物的，但对于大型动物来说就有点行不通了。如果是一个7英尺高的螳螂，会在自身的重量下窒息的，它们的外骨骼会重到无法移动的。所以说，那如果它们不是地球上进化而来的昆虫，它们又是什么呢？另外一种理论就是它们是跨维度的生物。跨维度并不意味着来自于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而是指来自于我们这里，只是存在于另一个现实层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只能感知到4个维度嘛，高度、宽度、深度和时间。而理论物理学家就认为可能还存在更多的维度，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但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那个大型粒子对撞机呢，正在积极的寻找额外的维度证据。如果这些维度是折叠到了亚原子空间之中，那么先进的生物就可以像翻书页一样，横向的移动到不同的现实层面。每一个层面，也就是说每一页都存在着一个世界，但我们只能看到一页嘛，而他们呢，却能够看到整本完整的书。这或许呢，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突然的出现和消失的原因了。他们并没有违反物理学的定律，他们只是在使用我们不理解的物理定律而已。还有一种理论就认为螳螂生物就是外星人。如果一个先进的物种在一个重力较低、大气不同的星球上进化，他们可能会发展出类似的昆虫的特征。他们的心灵感应和隐形的能力也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显得超自然和高度先进的。一些研究人员就声称呢，螳螂生物正在使用类似于我们军方开发或者是试图逆向工程的隐形技术，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报告的一致性、具体的细节、震动以及嗡嗡声、精神入侵呢？这些从未见过面的目击者之间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这种事情？这不可能是巧合呀，而且很可能也不是睡眠麻痹嘛，因为螳螂人的遭遇听起来就很像是睡眠麻痹。当你入睡时会发生麻痹，但偶尔呢仍然会保持清醒。如果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会很可怕。你会听到嗡嗡声，你会感到震动，听到脑海里的声音，你可能还会看到阴影人。但是大多数的螳螂人的目击事件都发生在目击者完全清醒和活动的时候，通常是在户外，站在河里，所以那根本就不可能是睡眠麻痹的一个状态。那么螳螂人形生物到底是真的吗？其实呢，这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需要确凿的证据，那么他们就不是真的。但如果你相信目击者，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某种难以解释的东西。我原本以为很容易就可以反驳这个故事的，但是看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做不到，因为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可以反驳它。所以给出一个诚实的答案就是，我们目前做不到，我们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因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呢，我们都在艺术或者是故事中描绘了这些螳螂生物。他们曾经是神灵、向导、信使或者是观察者，他们既非是完全的人类，也非是完全的外星人。他们存在于界限之间，存在于已知和未知的时空之中。那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触及的空间，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编目所有的物种，永远无法绘制地球海底的地图一样。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切。这种不确定性才是令我们恐惧的原因嘛。所以到底信不信呢？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